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俄亥俄州 Toledo 教会聚会后的分享与见证。今天要和您分享的题目叫身体眼光中的吃喝。最近读到哥林多前书第11章，保罗讲到如何对待主的晚餐，使我对教会生活里的聚会有了一个新的认识。原来在这里，主的桌子所代表的吃喝是团体的，而我们个人的吃喝也必须是为着这个团体的吃喝的。我们乃是在这样的光景和聚集中纪念主，等候主来。保罗说道，他无法称赞哥林多圣徒们的聚集，因为他们聚在一起吃主的晚餐的时候，有一种情形，就是这个饥饿，那个酒醉。饥饿和酒醉就说出哥林多的圣徒们来到聚会中的光景。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，每天所思所想都是和主无关的事物，以至于常常在灵中饥饿着来到聚会中，等着别人喂养。也有时候我们沉醉于自己宗教的热心和属灵的知识，无所顾忌地发表所谓属灵的见解，在聚集中只在意自己的吃喝享受，而完全无视身边弟兄姊妹们的需要。这样的聚集已经背离了主的桌子存在的原因、意义和本质，不是受益，乃是招损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要在哥林多前书对付主的晚餐。主的晚餐有着非常专特的目的的，他用饼预表自己的身体，用杯预表他为我们流血所立的新约。这再明显不过地告诉我们，我们若不是在身体的眼光和知觉里为着彼此而吃喝，就不能有份于主的桌子和主的晚餐，也就没有真正的纪念主，更不会正确地经历主的回来。饼和杯是主留给我们的记号，但凡来到他面前吃喝，就一定是为着他的身体的。与其说这是一种吃喝，不如说这是来在一起的彼此喂养。这种彼此喂养不是发生在个人读经祷告的时候，只出现在想到彼此、顾到彼此、来在一起的时候。所以这种食物就单单是为着建造身体的。为着这个目的，我们应该在平日就有个人吃喝享受主的生活，预备好了来到主的桌子前，要供应基督的身体。在这样的实际里，我们纪念主，一同等候主的再来。所以我们来到主面前查验自己，我们是否忘记了主的桌子是如何而来的，是如何被设立的，是为着什么目的的？我们是否忘记了主放在我们里面身体的知觉，忘记了主在最后的晚餐上的嘱咐？这是他的身体，为我们舍的，我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主。主啊，这生命的饼，这祝福的杯，就是一切新约丰富的福分，是你在十字架上为救赎我们流血所立。我们在身体里纪念你，吃喝并享受你，做我们的生命和福分。我们听见了你的嘱咐，回到身体的眼光和知觉里。我们的确是一个身体上的许多肢体，彼此影响，紧密相连。今天我们在同样的负担里生活、聚集、喂养、牧养你的身体，吃喝饼杯，纪念你，直等到你回来。
感谢您的收听，希望您能从今天的信息中得到亮光和启示。你的点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转发是我们持续制作的动力。我们的网址是 thechurchintoledo.org。期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。